我在之前有没有看过像《龙门客栈》给观众震撼力那么强的一部古装武侠片？哪一个是萧少资？萧少资给我演员生涯奠定了一个基础，正是在下，奠定了我在拍古装武侠片正义侠士角色的一个起点。你太爱管闲事了，我管的都是正事。台北金马影展第49届颁给我终身成就奖的时候，他们特别标明儒侠识俊。人不可貌相，看你这样子倒不像。对，我看你的样子也不像个太监。放肆！你少在我面前发滋味，我可不是你手下的分子。胡导演他参与所有包括化妆、服装、道具，他没有不参与的，他都要插手。我觉得他的作品大概应该是几近是完美的能事。他是属于一位才华洋溢的导演。胡金铨导演在筹拍《客栈》的期间招考新人，应该是我当时的年龄外形比较符合这个角色。胡导演说石俊应该比较像古代人。我被胡导演选定了这个饰演萧少资的角色之后的谈，才知道他对就胡导演对明史的研究是非常的这个透彻，他应该可以到大学去开课，就是专教明史。萧少资这个角色是胡金铨导演依据明史来改编的，有一个真实的人物是一个军人身份，叫萧资。胡导演会跟演员对这个角色有一个意见的交换，甚至于听取演员的意见。那我的认定胡导演也同意，因为萧资是个军人出身嘛，他表现上应该是属于严肃内敛。当你这个化了妆、穿了服装，都是明代环境下，你就完全进入萧少资的那个角色的状况。客官，我们这儿没房了。我不是住店的。那您是？你们吴掌柜的在家吗？哦，掌柜的下山办货去了。哦，什么时候回来？不大清楚。我看呐，您还是过2天再来吧。关于这个文戏的部分呢，胡导演在我拍《龙门客栈》萧少资这个角色的时候，前半段1/3左右吧，几乎他每个镜头他都示范，包括念对白，包括演员的走位。因为胡导演曾经是演员出身，但是后半期他几乎就只有必要的时候给你示范某一个镜头的某一点的状况。萧少资穿的是一个白色的长袍，为了隐藏身份，不便穿的那个武打的服装，所以还穿的就跟一般的平民的情况一样的长袍。但是胡导演设计上就加了一个黑色的腰带，打斗动作的时候，因为这个腰带的结扎，就不会影响你动作上的情况。大哥，哦，少资，你总算赶到了啊！胡金铨导演设计的是有所本，他常常到故宫博物院去参考古人画的服装道具。胡导演设计这把闪中剑是平常萧少资随身携带的，要感觉上要很熟练，甚至在没有拍之前，胡导演特别交代我，这个闪中剑你要练习熟练。都
胡导演设计的这把雨伞是属于把兵器藏在雨伞里面的所谓伞中剑。你们再这样没结没完的，我可不客气。必要的时候，可以从这个伞中抽出那把短剑，作为兵器。我们训练包括基本动作，甚至于兵器的打斗招式，给我们有2个半月的时间，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4个小时来练基本功。胡导演是青少年时期就喜欢看京剧，他又特别偏爱武打戏的部分。剧本上没有打斗的动作，只是就文字交代一下。分镜表上的也是说谁跟谁对打，结果怎么样。胡金铨导演他的招式都是受到京剧的招式影响之后，再经过他自己的设计改变，才示范给武术指导。他的习惯一定先示范基本的简单的动作招式之后，再请武术指导去润饰。其实龙门客栈的武术指导韩英杰韩师傅，他是训练有素的京剧演员出身。韩师傅在跟胡导演沟通上很有默契，有的时候胡导演稍微说明一下，然后就由武术指导韩师傅来整个设计。他在交给演员练习的时候，他没有表示意见，等演员熟练之后就正式拍摄。每次韩英杰润饰之后，几乎胡导演没有再更正过。胡导演设计了在摄影棚内搭了一个内景的龙门客栈的客栈，另外又在台湾中部曾经算是一个风景区，火焰山下面做了一个外搭景的布景。客栈的内景啊，别于其他布景不同的地方就是，它都是用真材实料。那个楼梯啊，照一般的布景，大概就用板子来合成就好了。胡导演搭建的那个是用枕木。为了客人倒茶啊！在他设计客栈的布景的时候，他都已经构思好，他都不用活动的布景。他1、2楼的话，他是用升降机去拍摄嘛，不会在拍摄现场有拍摄的角度啦、摄影机的问题，他都用实际的。那个年代，底片的感光度很低，大概只有几十度，没有像现在的什么100、200甚至400的这些感光度。所以呢，拍摄外景的时候，必须要有阳光。前一个工作天，你开拍了这场戏，是有阳光的情况下，第2天如果阳光不露脸，胡导演一定是会等到感光度能够跟前面拍摄的一样，才会继续。胡导演在这方面的要求是特别注意的。胡导演他对作品品质上的要求是这样的仔细认真，当然胡导演的进度就会比较慢。胡金铨导演分镜他分得比较短，摄影师的镜头的运用帮忙，因为当年没有电脑合成，最后在剪接上有他独特的手法，才使龙门客栈打破最高纪录。甚至于在欧洲、美洲各个国家内的中国城也创造最高票房纪录。因为这样的情况，龙门客栈造就了自开埠以来打破中西片的最高纪录。龙门客栈曾经带动
华语电影近10年的黄金时期。